11月21日，轩辕社长和飞手发布了动态，关于小淘暂停运营的通知，宣布由于合约及部分重要内容不能达成共识，小淘账号暂时停止运营，但无法披露更多信息。动态发出之后，有观众翻出小淘中之人苏枕秀10月份在自己个人账号中发布的疑似有关此事的评价，称其为突然和令人懵逼的，这就使得轩辕社的动态显得遮遮掩掩，疑点重重。对此，双方撕破脸开始经典环节回合制披露信息。不过说是回合制，其实有点牵强，因为小淘中之人作为正面回应呢，其实只发了一个视频和一个动态，而那个视频呢也是引发热度和共鸣最高的。相比之下，轩辕社这边则是碎碎念似的发了很多东西，甚至还换了一个号发，但目前还没有看到比较有效的资料，一会儿我们展开叙述。这里我们提前把立场说清啊，我个人是不在这个事件中支持某一方的。如果朋友们感觉我在后面的叙述之中带有一点疑似情感上的倾向，是因为整件事目前披露的消息来看，确实是小淘占理儿，并且由于轩辕社长和副总以及他们小号的各种抽象发言，让我即使只是把整件事情如实叙述，就已经显得像是轩辕社的黑子一样。我先叠个甲，我后面说出的每一个消息都是有出处的互联网来源信息，本人仅做整合，一些分析能听个乐呵，别太当真。要想讲清楚这个事情呢，是比较复杂的。首先，很多21年之后入圈的朋友可能不太清楚小淘在轩辕社和国内微圈有怎样特殊的地位。他现在虽然热度不高，但之前所在的账号小西小淘却是国内第一个虚拟主播 IP。虽然小西出道比小淘早，但目前小西已经不太活跃了嘛，所以小淘都可以算得上是轩辕社这个最早入局社团手里的一杆旗帜。你看轩辕社长自己置顶的文章里面还写着呢，在21年轩辕社开始扩张合并之前呢，算上小西小淘在内，轩辕社来来回回也就不到10个账号 IP， 所以在很多老粉眼里，小淘在轩辕社乃至整个 B 站微圈都应该是有特殊地位的。介绍这些只是为了让不了解的观众知道为什么这个事儿闹得这么大，其他部分呢我们不多赘述，不然有观众可能要建议我不如从盘古开天地讲起。了解完小淘和轩辕社呢，我们来拆解事件。在小淘中之人10月懵逼发生被翻出来并且引发舆论之后呢，轩辕社长 official 分别在22号和24号再次发布2条语气更加强烈的动态，对公众质疑进行回应，其中也加入了更多的个人表达。22号的动态和21号的差不多，内容是无意义的片汤话，以煽情为主，我们直接贴在这里，大伙儿评鉴。可能是22号没说爽，24号亮子又端出来了全新超长篇回应，这个回应说明确实相对更加言之有物，也是一种更直接的攻击性态度。因为很长，所以我们将4条要点提炼出来。第一条是谈论过去6年和小淘的合作模式，还有给他的待遇，其中暗戳戳的指责小淘欺骗公司，不坐班接私活，而且字里行间之中呢，认为给小淘的底薪和五险一金是一种慈善行为。第二条，它的标题是为什么要改合约，但其实只有第一句话聊了改合约的原因，后面都是聊签约的过程，大概就是8月份他们给小淘推送了合同的变更。小淘虽然签了终止合约，但迟迟没有续约的行动，一直到10月中，由于没有续签，小淘的直播收益没法发放了。说句题外话，轩辕社这套操作哪个打工人看了不鬼火冒？咱们每天搬砖赚钱很不容易，还要被剥削，所以平时辛苦挣的仨瓜俩枣可别乱花了，这样才有底气应对突发的危机。像我是会定期打卡这个52周存钱计划，每周坚持存几百，一年下来有2万多，小金库不仅有了，过年还可以给爸妈包个大红包。我在手机桌面也建立了一个存款小组件，可以随时看到自己的存款进度，希望新的一年存款翻番。棉花记账还很智能，支付后会自动识别记账，相较传统手动记账方便了很多。纸记账其实是没用的，要知道自己到底哪里花的多，哪里不该花，了解自己的消费习惯再做调整才可以省下钱。我每个月初都会弄一个消费预算，像我喜欢干饭和玩游戏，就在这2个项目里面多设置一点，其他方面我花的都很少，经常看看进度条，提醒自己避免花超。管不住手又想攒钱的小伙伴们，赶紧点击评论区链接下载试试吧。2025年我们一起存钱。第3条讲停播的原因，其实就是小淘觉得合同不合理，然后续签失败做了交接。其实到这里我都觉得这算是一个比较合格的情况说明，事情讲得比较清楚，虽然中间夹带了一些指责对方的私货，但总体来说还是比较体面。冲突的点停留在了合同层面上，不涉及个人。如果他停留在这里的话，我相信整体的事件走向会比现在好看很多。但熟悉轩辕社长 official 也就是亮子的朋友都知道啊，他在网上是一个表达欲非常旺盛但网感很一般的人，所以这个第4条不出意外的开始了一些严重不符合公司这个角色的情绪输出。在第4条内容里面，他指责小淘喜欢挑拨离间、媚惨撒谎才是这次续约失败的底层原因，然后开始自夸轩辕社多么正派，对人多么好云云的，然后就反正指指点点，基本上呢就是对小淘中之人色德的攻击，然后拔高自己。我们且不说这些指责和自吹自擂是不是真的，他在最后放这一条啊，等于把前面3条的立论都给推翻了，因为前面提到的所有内容都跟五险一金啊、底薪啊、合同有关，打过工的朋友基本都知道，这可以默认是一次利益纠纷了，是比较理性的范畴。这种情况其实后面是比较好转
转化成各打50大板的结果的。但最后这一条硬说不和小陶签约，其实还是因为他私德不好之类的，然后卖惨就让人感觉非常的困惑和虚伪，就前面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理性形象一下子就倒塌了，事情最后还是被带到了撕逼和争夺道德制高点的这种非常感性的范畴，那就要争个高下了。而且他前面谈了这么多利益层面的东西，完全没有进行情感铺垫和情绪调动，就导致最后这段完全不真诚的煽情看上去又尴尬又肉麻，粉丝自然是完全不买账。我认为可以说是这一条动态才是真正让虚元社事情发酵起来罪魁祸首。这条在小陶完全没有回应的情况下，事件的天平就被量子蓬勃而不着边际的表达欲推向了对立面，评论被盖到了4000多楼，点赞却不到1000，这个事儿可以说是量子以一己之力把自己公司的舆论形象给撩崩了。这之后呢，小陶做出了他在整件事里最详细的正面回应，也就是这条视频。在视频之中，他基本上是针对量子所指责的情况进行了解释。视频很长，琐碎的事情也比较多，我们以下总结的所有事情都是视频中的小陶视角，而且还是建议感兴趣的朋友看完原视频啊。第一个点就是小陶确实在18年从虚元社拿过一笔补偿金，这一段涉及苏准秀从配音公司短期租借给虚元社的声优变成正式和虚元社签约的员工的变动，比较复杂，建议看原片。值得在意的点是，小陶当时拿到的钱来自虚元社的前社长，也就是20年之前管理虚元社的兰陵。不管叫什么，也不影响量子很难在这件事上占据道德优势，因为事情不是他做的。其实还是和之前说的一样，如果他没有攻击苏准秀的私德，这个事情就完全可以被当做一个误会来解释。但是现在没有法子了，已经撕破脸。第二个点是，小陶谈到自己在虚元社拿到的底薪是每月税前5500，税后是4200，这个数在北京待过的朋友应该知道还是比较艰苦的。第三个点是，小陶提到自己在分号之后呢，被连续换了3个制作人，而且几乎都是在重大活动节点附近。在他主动和社团提出调整要求之后呢，得到了社团希望调整底薪的答复。按照他自己的说法，他为了签新合同，先是被骗着签署了离职合同，结束了旧的，然后又得到了一份所谓滴水不漏且引起了极大争议的新合同。在视频里，他介绍了一套非常复杂的流程的结果是他将不再拿底薪，而且还要被追回社保。他在直播之中爆出的新合同内容看起来非常接近卖身契，如果事情属实，那确实只能拖着啊。这个相当于他对无法续签新合同做出的回应，因为合同本身不合理嘛。这个视频的后面出现了整个事件第一个名梗，由于小陶签署的离职合同是7月31日生效，所以当他10月份再次跟公司商讨合同事宜的时候，被副总告知8、9月份虽然他保持了活动，但属于是擅自上班啊，活动的全部收入就这2月的应该归公司所有，并且当场被收回了 QQ 号、Steam 号和小陶的 B 站账号。这之后呢，小陶试图沟通无果，中之人账号抱怨的内容也受到了警告。在整个视频的最后，小陶提出了要求，就是问虚元社这边敢不敢公开所有的合同。小陶出了这期视频之后呢，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和同情，舆论反应可以说是比较偏向于他的，且内容也相对详实啊。虽然一部分数据和合同的内容由于小陶担心法务风险只能口说无凭，不过基本上可以做到暂时把压力给回虚元社了。接下来再次回到虚元社的回合，然后事情开始变得抽象起来。首先，虚元社长转发了一个2级小号的动态，这个动态里面他声称是公司的 staff， 忍不住要说2句啊。然而这位 staff 的网感看起来相当一般，第一个动态就用了自创名词敌出打工人现了个大眼儿。这一条我感觉都不用给大伙做笑点解析，就是我觉得但凡打过1天工的人应该都不会共情这种奇怪的词语。当打工人都当到老板的儿子了，那我还能说什么呢，对吧？只能说他确实是量子的敌出打工人啊，这个蓬勃的表达欲和完全不着边际的用词基本上是一脉亲传。这个本来是要替社长出头的账号不得不在第2个动态里先解释了自己这个自创名词的原因，在他解释完这个名词之后，又要写一大堆抨击苏准秀的信息。核心信息就是说小陶拿钱多办事少，但是评论区却出现300赞对3900评论的夸张不对等。主要质疑的点在于动态对于工资的算法。这位敌出打工人相对于一个打工人来说，确实看上去和老板比较亲。他在动态里面将税前工资加上五险一金，把小陶的每个月收益算成7000元。但是评论区普遍认为，没有打工人会把交的税和五险一金当成公司对自己的馈赠，把用人成本和到手收入混为一谈，倒很像是企业管理者的视角。加上我们刚才说的啊，这位 staff 的发言确实是有点像量子的嫡传，所以很多评论也在暗指这个账号疑似是虚元社长自己开的小号，可能是用来说一些企业账号不适合说的话的。不管他是谁，这位 staff 倒是没有继续回应底下的质疑。在之后呢，他就发布了一条号称是逐帧解析小陶回应的回应视频。我们先不论他是如何用9分钟的视频逐帧解析小陶20多分钟的视频的，我们直接解说他这个内容。由于他的内容引起争议比较大，所以我会按条分析，并且每一条都讲述众人普遍质疑的点。首先，这个 staff 试图论证收益的部分，在这里他有2个引起
争议的点。第一，他在回应过程中全部使用了 Excel 表格，虽然表格做的比较写实啊，但是这种可以任意编辑的东西呢，确实是有一点点缺乏说服力。另外一方面，即使这个 Excel 表为真，我们也可以看到啊，其中底薪确如小陶所说为4200元，在这里面他们试图在后续的论述之中将底薪工资进行混淆，看弹幕里面的反应呢也是并未得逞。总之这一部分只是变相证实了小陶所说的4000块底薪待遇为真，并没有其他特别明显的效果。除此之外，staff 再次试图强调小陶作为配音时的工作量很小，并且强调小陶在外面另有配音工作，但是这部分由于没有证据，且根据我对弹幕的观察，其实大部分普通打工人对于是否在外面接活拿钱这个事儿并没有很敏感，尤其是考虑到小陶前期底薪确实不高的情况下，我可以尝试总结一下，就是这一整条的最终落脚点几乎都是在论证给小陶的底薪多么不合理，然而没有引起观众的共鸣，反而佐证了小陶当时的一些说法。第二条 staff 试图辩解他们没有向小陶追讨五险一金，并且晒出了一份没有出现在小陶自证视频里面的文件，试图证明这个说法。关于这一条，很多人认为2份文件的时间对不上，新合同的封底时间在7月底，而小陶披露的合同在月初。第三条，这个是讨论轩辕社是否提供了霸王合同的，这一条有点过于巨魔啊，以至于我完全没有办法解说，和上条拿出的带有手印签名的纸质合同证明完全不同。这一条轩辕社掏出的证明居然是 Word 文档，而且在要求条目里还出现了127这样一旦打印出来就会把合同变成废纸的尴尬错误，而且合同也是截图放出，即使是电子版我们都没有看到这个合同的全貌，所以我没有办法进行讲解，就这一条它基本上是完全无效的。关于9月10月末发放收益的问题，这个据说已经进入了劳动仲裁环节。第5条 staff 抛出了一大堆工作台截图，开始莫名其妙的试图证明苏枕秀不是独立完成小陶 IP 的运营。老实说写到这儿我都有点烦了啊，就是这个 staff 在完全没有理解小陶论述的情况下胡乱的进行表达，实在是给我造成了很多麻烦。我不得不向观众解释，小陶在视频里面的这句话其实很容易得知他的意思并非他在独立完成小陶 IP， 而是他有在参与本该属于其他 staff 的工作，列举其他 staff 也在工作，其实并没有办法去反驳他的话。但是这个道理浅显易懂到如果专门拿出来说一嘴，会显得我看起来像个傻逼。但是原视频它就是用9分钟里宝贵的2分钟时间来阐述这个完全无效的论调，就像第1条里面放出了加上直播收益的底薪不能反驳底薪只有4200块是一个道理。希望这位 staff 发善心，你是在和别人吵架，请你看准对方的论点，抓住重点再说，反驳不了的东西就不要没活硬整了，不要平白无故的增加我们观众的吃瓜成本好吗？最后这个视频还是在没有得到观众共鸣的情况下强行 PCN 辣欧升华后结束了。这个视频引发小陶的第2次回应，然而他的回应基本上只是把自己之前的回应视频和 staff 视频里面列举出的东西做了一个对应，也就是我刚才说的轩辕社 staff 的视频里列举的所有点，除了劳动仲裁和127合同这俩不需要额外回应的内容之外，本身都是印证了小陶自证视频里论述的内容。另外小陶中之人在动态里强调他发声只是因为轩辕社长攻击了他的人品，这就回到了事件的起点。起初小陶和轩辕社只是单纯的续约失败，基本可以视作是利益纠纷的，是轩辕社长率先在动态里挑起了道德攻击的大旗，才引发了后面种种。按照目前这个进度来看，他们这个策略基本上可以说是完全失败了，不但没有达到一开始占据道德制高点的目的，去减弱小陶离职产生的负面影响，反而是将其非常严重的放大了。目前小陶中之人苏枕秀已经恢复了正常直播，这个纠纷应该算是在某种程度上告一段落了。而轩辕社长这边呢，也是恢复了正常的账号运营活动，虽然每一条动态下都有人追着他骂。其实说到这里啊，这个事儿本身挺没意思的。一开始续约之外就是普通的纠纷嘛，这轩辕社长这边非要发起道德攻击，但是证据又不够充分，最后在回合制 PK 中被小陶一击秒杀的故事。只是由于轩辕社一方的夸夸其谈和灾难性的公关蒙上了一层奇异搞笑的色彩，有点类似于上将潘凤。实际上应该算是一场没有导致什么恶劣后果的网络拌嘴，所以这里也是建议大伙儿不要因为这件事去轩辕社旗下的其他管人或者无关人员的视频或者直播下面刷评论，真犯不上啊！哎，终于搞定了，没想到新年第1期就做了一个比较长的时间，还是挺累的。那么我是尿头，下次攒够一期素材，我们再接着吹牛逼。